各位福满生活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美惠。今天美惠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实际的好消息，那就是在2026年元旦之后，春节之前的这个关键时间里，你要是动作快一点，把政府给大家准备的几笔福利金都领齐，用好了，我帮你算过，一个家庭最高能多出甚至省下超过12000块钱的开销。这可是一笔实实在在的春节大红包，能让你过个手头宽裕、心里不慌的好年。这个数字可不是美惠随便说的，是我一笔一笔对照着最新的政策，把现金发放、费用减免、交通补贴还有换新补助这些都加在一起，仔仔细细算给大家看的。咱们老百姓的钱，那都是一分一分省出来的。你要是不清楚这些门道，这些钱可就安安稳稳躺在政府的账上，怎么也流不到咱们自己的口袋里来，那多可惜呀！在开始今天这些挖宝详情之前，美惠想先拜托大家几件小事。第一，还没订阅福满生活频道的家人，请您点点订阅，再顺手把旁边的小铃铛给按亮。第二，觉得美惠辛苦，讲话在理的，您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您的每一个赞都是最大动力。如果您在听的过程中对哪里不清楚，或者自己申请时遇到了麻烦，别客气，一定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咱们闲话不多说，马上进入正题，来看看这第一笔等着咱们去领的钱是什么。咱们要聊的头一桩，就是各地政府可能会在元旦后、春节前发放的一笔生活关怀金，或者叫春节慰问金。很多叔叔阿姨只记得重阳节有敬老礼金，对不对？但到了2026年，情况不一样啦。为了让大家都能安稳、开心地迎接新年，不少地方政府都专门拨出了一笔预算，用来在年关的时候关怀咱们长辈。这笔钱呢，通常你得年满65岁，并且在当地落户满一定时间才能领。比方说吧，就像在桃园这样的地方，只要你户口落满6个月，就有机会拿到2000到2500元左右的现金。而像台北、新北这样的大城市，还会特别照顾那些低收或者中低收入的老人家，金额可能更高，有的甚至能达到6000块呢。这里美惠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，这笔钱的发法啊，可不是全国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规矩，有的是政府悄模生的就把它汇到你平时领养老金的那个账户里了，你查账的时候才发现多了笔钱，有的呢则需要里长或者社区的工作人员亲自上门，或者通知你去指定的地方领。所以啊，美惠在这里要用力的提醒大家，等元旦一过，你别怕麻烦，主动去里办公室走一趟，或者打个电话给你那里的里长问一问，你就直接明白的问，里长伯啊，请问咱们今年这个春节的关怀金什么时候发？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吗？这个动作至关重要，因为有些长辈过去一年可能搬过家，或者户籍地址有变更，万一系统里的信息没及时更新，你这笔钱就可能迷路了。尤其是那些刚刚踏进65岁门槛的新鲜长辈，因为是第一年符合资格，系统更容易漏掉，你更要自己主动去问，去确认，这笔钱是政府的一份心意，咱们得让它实实在在的落到自己的口袋里，变成过年时买年货、添新衣的本钱，那才叫真好。说完了能直接拿到手的现金，咱们接下来要谈的这第二笔，虽然不是直接发钱给你，但你要是没去申请，没享受到，那等于你每个月都在白白往外多掏钱，一年下来可不是个小数目。这就是专门给65岁以上长辈的健保费自付额补助。美惠必须说，这是目前全台湾很多长辈最容易忽略，也最容易吃亏的一个大福利。现在的健保费如果完全没任何补助，一个人一个月大概要交826块钱左右。但是呢，2026年的新政策下来了，包括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这6个直辖市，还有基隆、彰化等等好些县市，只要你去年的综合所得税率在 5% 以下，政府其实早就把帮你交这笔钱的预算都准备好了。
你想想看，一个月省下826元，一年12个月，加起来就是9912元，差不多就是1万元了。如果你明明符合资格，却还在让银行每个月从账户里自动扣这笔钱，那这将近1万块，可就真的像流水一样，悄无声息地流走了，多让人心疼啊！很多长辈因为和子女一起报税，或者报税时一些自己都没留意的小细节，导致健保署的系统没有自动把你列入这份免缴名单里。美会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、一学就会的检查方法，你去找找2025年最后那几个月寄来的健保费缴费单，或者翻翻你的银行存折，看看转账记录。如果你发现每个月还在固定扣那800多块钱，那就100%说明你还没享受到这个补助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从2026年元旦开始，你带上自己的身份证，去你家附近的健保局办事处，或者去乡镇市区公所找承办人员查询，并且当场申请这个免缴资格。只要办妥了，这笔钱省下来，你明年过年的时候就等于凭空多出了1万块的预算，不管是用来置办更丰盛的年货，还是给孙辈包个厚实点的红包，心里都更有底了，是不是？咱们要说的第3笔钱，关系到你口袋里那张敬老爱心卡，大家是不是主要只用它来坐公交车呀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在2026年你可能就亏大了。因为现在这张卡的功能已经大大升级了，它里面每个月政府都会帮你存进一笔固定的点数，有的县市是480点，有的地方给的更多。这些点数现在早就不只是能刷公交车了，它还能用来坐火车、叫特约的计程车，甚至去国民运动中心锻炼身体。特别是火车，2026年台铁针对敬老卡的扣点系统做了全面优化。现在几乎所有的进站闸门都能直接闭一下刷卡扣点，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非得找到那个特定的闸口，方便太多了。美会建议大家，如果你打算在过年前后去外县市走走亲戚，看看朋友，优先选择坐火车，而且一定要记得用这张敬老卡。还有啊，现在街上合作的特约计程车队也越来越多，你只要看到计程车车窗上贴有敬老爱心卡的标章，上车后直接刷卡，一部分车费就会直接用你卡里的点数来支付，自己只需要付剩下的零头，有时候甚至不用付现金。那你可能会问，美会为什么要把这个也算进那1万2的总数里呢？我给你算笔账，如果你每个月都能把政府给的，比如说480点，全部合理的用掉，那么一年下来的总价值，轻轻松松就接近6000块。过年期间大家出门拜年、采购、聚会、交通开销是很大的一笔。如果你能聪明的把敬老卡利用到极致，这些省下来的交通费，不就等于是你额外赚到的钱吗？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，敬老卡里的这些点数，它是当月有效，过期作废的，每个月底都会自动清零。如果你这个月不用掉，下个月1号政府就把它们收回去了，不会给你存着。所以啊，千万别舍不得用，相反，你要想着法子去用，用的越多，才代表你把政府给的这份福利领得越足。这第4笔钱跟咱们家里的电老虎有关系，那就是2026年继续在推的住宅家电汰旧换新节能补贴。过年的时候，一家老小都回来了，热热闹闹的，冰箱要塞得满满当当，冷气也可能开得比平时久。如果你家的冰箱、冷气已经用了超过10年，它那个耗电量啊，可是非常惊人的，等于你每天都在为一部老旧机器多交电费。现在政府的政策是，只要你把旧的冰箱或者冷气换成一台全新的能源效率标识是1级的产品，中央政府就会直接补助你3000元现金。这还没完，财政部那边还有一个货物税减征的优惠，最多能再退给你2000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换一台符合条件的新家电，前前后后总共能从政府那里拿回5000块钱的现金补贴。
很多长辈一听要买新家电，第一反应是又要花钱了，但美惠想帮你算另一笔更长远的账。那台老旧的冰箱，1年多交的电费可能就不止2-3千块。你趁着过年前商场都在搞年终促销的时候去买，本身价格就有优惠，再加上这实实在在的5000元政府补助，实际上你为自己升级一台省电、安静的新家电，花出去的钱远比你想的要少，而且这5000元补贴是直接汇到你提供的银行账户里的，是真金白银的回头钱。申请流程也不复杂，你只要记得买新机时让店家把旧机器回收，拿好回收联，保管好新机器的购买发票，并且确认发票上写明了是能源效率1级，再拍几张新旧机器的照片，准备好你的存折复印件。这些材料可以让子女晚辈帮忙，在政府的指定网站上申请，通常1个月内补贴款就能到账了。这笔钱正好可以用来支付过年期间因为人多而增加的电费开销。里外里一算，你不仅没吃亏，还赚到了一个好用省电的新家电和一笔现金。最后一笔钱关系到咱们住的这个家安不安全，舒不舒服。这就是住宅修缮及辅具补助，它也是长照 2.0 政策里非常重要的一环。2026年，政府为了支持大家能在自己熟悉的家里安心养老，在这方面投入了非常充足的预算。只要你通过一个简单的失能评估，一旦评估通过，政府会提供最高4万元的额度，帮你改善居家环境。这笔钱可以用在很多实在的地方，比如在浴室墙上安装结实的安全扶手，买一张洗澡时专用的防滑椅，或者把家里那扇沉重不好开关的大门换成省力又安全的款式。平安健康就是咱们最大的财富，也是给子女最大的安慰。在过年前，用政府给的这笔钱，把家里一些有隐患的地方改造一下，预防跌倒这种意外发生。这本身就是在帮你省下未来可能产生的巨大的医疗开销和照顾负担。这些安全扶手、防滑椅什么的，你自己去市场上买，随便都要几千块。现在政府出钱帮你装，这个价值可是非常高的。好了，现在美惠来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咱们把春节那份关怀金、健保费补助省下来的9900元，敬老卡1年用满的价值6000元，再加上换家电补贴的5000元，这几样加在一起是多少？已经23400元了。这早就远远超过一开始说的12000了。如果你再把居家安全改善这份无法用现金简单衡量，但价值极高的福利算上，那你享受到的政府关怀就更加全面了。美惠当初会创办福满生活这个频道，就是因为看到身边有太多的长辈，纯粹是因为不了解、不知道，而错过了这些明明就该属于他们的权益。政府的政策文件往往写得文绉绉，条条框框很多，咱们老百姓看起来确实头疼。所以美惠就发愿要当这个翻译官和提醒灵，把这些复杂的信息掰开了、揉碎了，用咱们都能听懂的大白话讲出来，让每一位家人都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把该得的每一分钱都稳稳地装进自己的口袋。当然啦，知道了有这些钱只是的一步，在实际去领、去用的过程中，大家可能还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。接下来，美惠就针对这几项福利，再跟大家多唠叨几句细节。这些都是我从大家平时的留言和反馈里总结出来的实战经验。关于那个春节关怀金，美惠要补充一点，有些县市它会分得很细，比如区分一般长辈和低收入户长辈。如果你是属于低收入户，金额可能会从2500元直接跳到6000元甚至更高。但是这个低收入户的身份认定，它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如果你在过去1年里，因为名下财产有些变动，或者子女的收入增加了，你的身份类别可能就变了。
所以，如果你发现今年通知你能领的金额跟往年不一样，一定要当场立即向里长或公所人员问清楚原因，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或者想过完年再说，等到年后才去追溯，手续会麻烦很多。关于健保费减免，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要提醒，很多长辈的户口是登记在外县市子女的名下，那么你的减免资格是跟着你的户籍地政策走的。如果你的户籍在台北、新北这些已经全面减免的直辖市，而你本人实际住在其他县市，你依然可以享受这个福利。反过来也一样，如果你的户籍地县市没有这个补助政策，哪怕你本人常年住在台北，也是没办法申请的。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点家庭财务规划的小智慧可以思考。如果你的子女住在福利更好的城市，考虑把户籍迁过去，有时候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。2026年健保相关的政策调整比较频繁，大家一定要常常关注福满生活的更新，每会一有风吹草动，就会立刻告诉大家。再说到敬老爱心卡，好多长辈跟我反映说想去国民运动中心游泳，活动一下筋骨，但不知道这卡怎么用。其实现在方便得很，你只要走到运动中心的柜台，他们都有专门的刷卡机，你可以直接用卡里的点数去兑换游泳池的门票，或者健身房的使用时长。过年期间，大家吃的都比较丰盛油腻，用这些免费的点数去运动，出汗，不仅不花1分钱，还能保持身体健康，这其实也是在为未来省下看病的钱，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另外，坐台铁还有一个双重优惠的秘诀。老人家买台铁票本来就有半价优惠，如果你再用敬老卡的点数去支付这半价后的车费，那你实际需要掏的现金可能就是0。这种好康一定要懂得叠加使用才最划算。关于家电补贴，美会还得再叮嘱一句，2026年的这个补助，它是有总预算、有名额限制的。虽然现在政策还在执行，但万一全台湾申请的人太多，预算提前用完了，它就可能提早截止。所以美会真心建议大家别拖到除夕前一天才急急忙忙去买，最好在元旦过后就早点去看，早点去换。买完之后，立刻马上请店家给你开正式发票，并且一定要确认发票上打上了能源效率1级这几个字。这个字样是申请能不能成功的关键凭证，要是发票上没写，后续审核就会卡住，很慢。申请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自己用手机拍照、上传文件操作不来，完全可以请家里的儿子、女儿或者孙子、孙女帮个忙。现在政府的线上申请系统已经做得很方便了，只要照片拍得清楚，文件齐全，审核速度是很快的。最后，关于居家安全的补助，很多长辈心里有个坎，觉得我还没到要请人照顾的地步，去申请这个会不会不太好？是不是占了别人资源？美会一定要纠正这个观念，政府设立这笔钱的初衷，就是预防胜于治疗。它的目的是让你在感觉有点吃力但还没出事的时候，就把环境改造好，从根本上降低跌倒的风险。所以，只要你感觉洗澡时地砖有点滑，或者从沙发上、马桶上站起来时膝盖使不上劲，你就可以主动去联系当地的长照管理中心，申请免费评估。评估人员会非常客气的上门，看看你的身体状况和家里环境，他们会给你最专业的建议。这笔钱是用来提升你日常生活品质和安全感的，绝对不是只有已经卧病在床的人才能用。2026年，政府在这部分的预算给得很足，大家完全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这是咱们应有的权益。在视频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美会必须要用最严肃的语气提醒所有长辈一件顶重要的事，那就是防范诈骗。越是临近过年，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骗子就越是活跃。他们可能会冒充政府机关、社会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，打电话给你，说有一笔退税、补助或者奖金要发给你，但是需要你按照他的指示去 ATM 操作，或者让你提供身份证号码、银行卡密码、手机验证码这些绝对不能给别人的信息。
美惠在这里非常郑重地告诉大家，真的政府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让你去 ATM 操作领钱。所有真实的政府发放款项流程通常只有2种，一种是像养老金一样，直接汇入你登记的那个银行账户。另一种就是里长或社区人员通知你，让你带着证件本人去指定地点领取现金或支票。如果你收到看起来像政府公文的手机简讯，里面还带着一个链接让你点，千万不要点。遇到任何让你心里犯嘀咕、拿不准的情况的，先挂掉电话。第二，马上打电话给你的子女问问。第三，直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。如果你觉得这些事情太复杂，自己判断不了，也欢迎你在美惠这个视频的评论区留言，把情况简单说一下，美惠会尽量帮大家分析，提个醒。今天美惠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，核心就是围绕着2026年元旦到春节之间，大家最需要关注的5项大福利。这些信息不仅仅关系到咱们过年时的钱包鼓不鼓，更关系到咱们一整年的生活质量和安心程度。美惠真心希望每一位看到这个视频的家人朋友都能行动起来，该问的去问，该申请的去申请，在2026年开年就给自己和家人迎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彩头，过一个富足、安康、喜庆的好年。如果你觉得美惠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对你哪怕有一点点帮助，请你一定要帮忙点击订阅福满生活频道，并且顺手把这个视频分享到你所有的老朋友、老邻居的聊天群里，让更多和咱们一样的长辈都知道这些好消息，大家一起把福利领起来。我是李美惠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